到新闻大白话，继续来带您讨论这国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我们先带您来看到这个伊朗的百枚飞弹无人机已经对准了以色列了。现在美国是不是有一点左支右绌了呢？尤其是现在上报直接下这个标题倒数计时了吗？华尔街日报说，伊朗最快24小时之后就要报复攻击以色列。伊朗呢，据信正在筹划攻击以色列的行动，可能最快24小时之后就会发起行动打击以色列，包括像他们的机场啊、核能研究所、发电厂等等的民生设施，或者是驻外使领馆等等。那么现在呢，美国也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100枚的巡航飞弹，应对以色列可能会发动的攻击。现在美国官员匿名的透露，他说袭击可能还包括了使用100多架的无人机跟数十枚的飞弹对准以色列境内的军事目标，他们来进行打击。而且以色列要防御如此大规模的攻击，恐怕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会一个挑战。因为美国国防情报局表示，伊朗拥有了大量的弹道跟巡弋飞弹，最远能够袭击呢距离边境2000公里远的目标。所以呢，其实是真的是蛮大规模的。伊朗警告不要轻举妄动。以色列总理说，如果我们遭到攻击，很抱歉，毫不迟疑的，我们就会打回去。结果美国近期就积极的在做一个外交斡旋，希望劝阻伊朗不要报复。以色列的态度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强硬，总理纳坦雅胡直接挑明了，如果德黑兰当局胆敢攻击以色列，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打回去。伊朗扬言报复之际呢，以色列猛烈攻击加萨中部。之前不是国际都一直呼吁吗？不要再打加萨中部了。但是现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加萨的战争还是会持续，同时他们可能会为了这一些事态来做好准备。现在美国就两难了，第一个，他挡不住伊朗，再来他也压不住以色列。所以才说这个美国现在是不是左支右绌了呢？那么现在美伊相互警告，拜登现在急派航母，根据伊朗的据报呢，这个警告美国不要插手跟以色列的战斗，不然你的美军就会来遭殃受到攻击。伊朗早些时候呢，通过多个阿拉伯国家向拜登政府传达一个讯息：如果美国卷入了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我们将会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军也会来受到攻击。只不过现在美国跟伊朗的官员表示，伊朗可能攻击以色列，但是不会是美军这个部分。伊朗官员就说了，以色列重要的盟友美国在中东很多地区拥有军事力量，但是伊朗不会以他们为目标，避免发生跟美国的直接冲突。所以现在伊朗攻击以色列有多迫在眉睫的时候，现在呢，美国总统拜登他就讲话了，他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Do you think an attack on Israel is from Iran, Mr. President? I want to get a secure information, but my expectations sooner than later. Mr. President, Mr. President, to Iran in this moment. Don't. Mr. President, are American troops at risk as well? We are devoted to the defense of Israel. We will support Israel. We will help defend Israel, and Iran will not succeed. Thank you very much. 这刚刚这个拜登讲的那一句 "Don't" 让我们现场的来宾大家都噗嗤一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说他不想透露安全讯息，但他预料会更早而不是更晚，警告伊朗还是不要动手。美国致力于保卫以色列，伊朗是不会成功的。美国现在也调动军舰来保卫以色列，以防着伊朗真的来攻击他。五角大厦这边说，艾森维尔号的航母战斗群已经从也门移到了红海的北部去。难道现在是在备战了吗？中东的战火持续延烧，现在美国急求助中国大陆。他们说呢，多国建议本国公民切勿前往以色列、伊朗等国，包括了像是法国、加拿大、澳洲、印度、美国、英国、中国大陆以及俄罗斯，警告国民不要前往以色列、黎巴嫩，甚至是伊朗这个区域。那么现在德国也警告公民赶快离开伊朗，以策安全。那么伊朗将袭击以色列，现在中美紧急通话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就说了，布林肯在过去的时候一天跟中国、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还有欧洲国家的外长通话，也表明这局势恶化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而且各国应该敦促伊朗不要提高这样子的局势，很危险，希望说服伊朗不要攻击以色列。美国国务卿伯林肯呢，甚至已经跟中方的外长王毅还有后者利用影响力，希望都能够劝阻这伊朗
不要再攻击以色列。那么强烈谴责对伊朗驻叙使馆的袭击，强调外交机构的安全是不容侵犯的。那么伊朗跟叙利亚的主权应当得到尊重，这是王毅他的说法。我们现在就要来请教一下韩彬哥，你怎么看？现在美国是不是真的左支右绌了呢？其实美国这次这个情报看起来好像是蛮准确的，因为伊朗真的看起来是要准备进行一个报复的动作。那现在就是他到底会怎么报复？他是直接针对以色列境内进行打击呢，还是像以色列一样，就是找一个以色列在驻外的机构来进行打击？这个就不知道。所以现在就是各方都在看。那当然，以色列的态度是一直都是很强硬，他向来在中东的政策就是这样，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反正你对我进行攻击的话，我一定10倍以上的报复给你。这是以色列向来的国策。所以伊朗只要敢动手，以色列大概就一定会加以还击。对，那就危险了。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在传说中，这2个国家都是有核子武器哦，所以他们的核子武器到底进展到什么地步，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一场，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东西，这个可能只是一个小冲突，但也可能会扩大，到最后运气不好就变第3次世界大战就出现。因为不要忘记，美国也牵涉在其中。对，因为伊朗一旦杀红眼，他会不会对美军的设施进行攻击也很难讲。所以现在当然美国希望能够全力制止这一个冲突发生。对，可是我觉得你去跟中国大陆也好，去跟其他国家也好，希望他们去劝伊朗，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你连以色列都劝不下来，你凭什么叫人家去劝伊朗？这不是很好笑？因为摆明了你就在帮偏架嘛。就是从头到尾你就一直站在以色列的立场去思考问题，是以色列去攻击了伊朗的大使馆呢？这个是对的事情吗？美国为什么不去谴责以色列？以色列可以去攻击人家的大使馆吗？这个是完全违反国际公法的事情。然后结果以色列就随便讲啊，不小心打错了，抱歉，就这样就可以结束了吗？所以如果你不叫以色列更积极的对他攻击伊朗的大使馆做出道歉，然后做出赔偿的态度的话，那你怎么可能劝服伊朗呢？其他国家有什么立场去帮你劝伊朗？这不是很好笑的一件事吗？中国不管对伊朗有再大的影响力，他可以叫伊朗连自己的大使馆被人家攻击都要吞下去吗？这个中国大陆能做得到这件事，做不到嘛。所以我觉得美国如果真的想要弥止就是这一场战争的话，他应该要敦促以色列做出更明确的回应，而不是只是在那边说伊朗不要攻击哦，你攻击会出事哦，你不能只是用这种态度。那现在当然全世界各国都在发这个警告，叫大家少去以色列，少去伊朗，因为可能会出状况。请问一下，这些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发了，我们台湾怎么没讲话？对啊，那里面没有我们。对啊，我们为什么不讲话？难道我们台湾人命不是命，无所谓，你去了死了活该，是这样的意思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警告我们的国民，叫大家不要去这个地方，因为真的很危险会发生什么状况没有人知道。而且我觉得更糟的状况就是这一个攻击会不会到最后会变成一场长期性的战斗？就是双方，因为伊朗可能不会一次像美国所预料一次这样大规模的攻击，他可能用少量的突袭方式零星的攻对，击。那甚至呢，他可能用另外一种代理人战争，也就是他跟他友好的真主党或者他提供一些武器给哈马斯对，继续从各个方向不断的对以色列进行骚扰式的攻击，这可能会演变一场长期的冲突。那我们的国安相关单位对这个都不需要加以评估吗？他认为无所谓。所以我真的觉得，当世界各国都把它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事的时候，我们的国安单位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是我觉得最奇怪的地方。因为可能现在正在阻隔期间，所以大家还在这个交接期。那我们想问一下厉将军，您又是怎么看呢？我觉得这场战争这个会打，可是又不会打很久，也不会打很大。为什么？你要知道，纳坦雅胡现在是跟这个加沙走廊还有伊朗，他们3个是命运共同体。如果说没有战争的话，纳坦雅胡就下台了，所以他一定要维持一场战争，他才能够掌握政权。这个东西是可以了解的。如果说战争结束了，加沙走廊完全攻下来了，以色列就把它罢免掉了，所以他一定要维持一场战争在这个地方。因此，我们看到他干嘛？他就主动去攻击伊朗在叙利亚的领事馆，就是要挑事了。然后第二个，你知道，本来这次的攻击行动已经讲起来算是很严重了，因为你去攻击人家外国的大使馆，在维也纳公约里面是不允许的嘛。而且他炸死的是谁呢？炸死的是这个扎赫迪。扎赫迪是何许人呢？大家对伊朗这个国家的军制不太了解。他这个国家很奇怪，他有2支军队，就是国防部的是国防部正规军，他还有一支我们常常称它为革命卫队，就是宗教军队，你知道。
他革命卫队是宗教军队，是直属宗教领袖的，然后他陆海空三军也有。那你想想看，宗教本来就是很狂热的积极分子，然后你把他的指挥官炸死了，那事情不够大，那比炸死他的参谋总长还严重了。所以说，可是问题说伊朗打不过以色列，我老实说打不过了，所以也不会真的动手打，因为以色列来讲有美国在背后撑腰。你看这个华盛顿航母已经开到红海的北端，红海北端就是这样，就是靠近以色列，它就是要掩护以色列安全了。然后这个以色列来讲的话，其实它各种武器，它包括电池、炸弹干什么，对伊朗来讲，在军武方面，伊朗来讲跟以色列还是有待差的一段距离。那伊朗最容易用的什么？就是用他的真主党啦，用胡塞组织啦，这些外围的民兵组织来对以色列实施攻击。你说完全不攻击也不会，对不对？因为他这个东西会激起民愤的。如果你都不攻击来讲的话，对伊朗这个国家，他这个没办法跟他的人民交代，所以他一定会有所动作。但他会不会陷到全面性的战争？我觉得不会。然后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真的很吊诡。纳坦雅胡如果真的，你看他现在从加沙走廊撤军了，对，那大家会猜你到底是撤军什么意思？其实他就让这场战争要继续打下去，所以他把军队撤出来，他不要说是完全这个在哈马斯全部歼灭在加沙走廊结束了，他也结束了，所以这场战争真的很吊诡。中东局势，我觉得纳坦雅胡虽然说跟这个不管是哈马斯啦、跟伊朗啊是死敌，可是他们又是个生命共同体，你结束了，我也结束了，这场仗我打赢了，我自己也要下台了，所以我觉得这场仗后续来讲有值得我们观察。但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伊朗大概不至于说真枪实弹会跟以色列动武，他自己会评估利害得失。目前来讲，我觉得就双方军武来讲的话，他对以色列还不是以色列对手，这样有美国撑腰。那第二个，他可能的行动就是用以色列的不用他的外围组织。真主党今天好像已经开火了，已经丢了好几十枚的火箭弹打到伊朗这个陆地区，但是有没有效果？我觉得效果不大。为什么？因为伊朗有很好的防空系统，包括他的爱国者防空啊，或者铁穹系统来讲的话，这些土飞弹对他来讲大概还不至于构成很重大一个威胁。所以我们这场战争我们看得到，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纳坦雅胡达到他一个最大一个战略的目标，他最大的战略目标就是把美国拖进来。那美国现在来讲，我们看到刚刚拜登讲的话，他真的是灰头土脸，他知道他自己被拖进去，就像是我们节目主题所讲，他左支右绌，他一定会被拖进这个中东这场的混局里面。对，然后俄乌他又没办法脱身，这场又被拖进去。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台湾这时候要怎么办？美国，我相信这时候他分身乏术，他根本就没有时间顾到我们台湾。那如果说是我们台湾在这个时候正在美国没有能力顾到我们这个东亚地区来讲的话，然后日本还不成气候，那会不会借着这个时候，如果赖清德上台以后，这个积极走向台独的路线来讲的话，让中共是最好动武的时机来讲的话，这是我个人来讲会比较担心。从全球的一个战局来讲，我反而会比较我们担心台湾现在的局势的状况，会不会美国没有能力这个照顾到我们台湾这边的军事战略的一些问题。了解，不过我们要想请教一下左教授，您怎么看呢？这个美国国务卿急扣中国大陆，那你觉得他是不是正在急着要赶快求助中国，希望能够说服伊朗不要冲动？在这个王毅跟布林肯通话之前啊，其实大陆的一些社群网站已经有公布，已经有提到，就是说美国最近有持续跟中国大陆接触，希望大陆发挥影响力啊。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其实美国一直很期待大陆能够扮演一定的角色。虽然美国方面也有一些新闻说，好像大陆没有采取实质的行动，但是我想美国政府跟民间也都承认，就是大陆的确是有影响力的。那只是看大陆怎么去使用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对于伊朗的部分。好，那现在回来讲，就是说我同意刚才厉将军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可能真的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放在所谓印太地区，因为呢最近在政客网才有一篇报道，就谈到就是说访问了一些美国白宫的官员，那也访问了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龙啊，那么他都提到就是说。拜登上台以后，他们对中国大陆所采取的各项行动，远不如他们所希望采取的那么多。那当然就是因为美国从阿富汗撤退啊，或者乌克兰战争啊，然后加上这个以色列以哈战争啊，那这些其实都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
所以现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美国到底在这场这个以哈战争也好，或者现在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美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这一次以色列攻击了这个，就是说，当然现在以色列没有承认了，就是说这一次大马士革这个伊朗的这个将领被打死的这件事情，可能会是一个转捩点。就美国可能他的那个角色会稍微偏向中立一点哈，因为你注意到看，就是说，第一个，目前透露的讯息说，伊朗不会攻击美军，不会攻击美国的基地，为什么呢？因为伊朗其实现在通过伊拉克的这个总理，因为伊拉克总理4月15号要访问美国哈，他可能就要带来一个重要的讯息，说伊朗希望美军尽早撤离伊拉克。那美军尽早撤离伊拉克，伊朗就可以更大的程度去掌握这个伊拉克。那美军如果这时候被伊朗攻击，他就有理由不撤离伊拉克。所以这是为什么伊朗他不会直接攻击伊拉克。第二个就是说，拜登现在也派了他的这个中部司令部的这个司令官到了这个以色列去。那当然，其实当然要跟以色列讨论，就是说未来怎么样去回应或者预防伊朗的攻击。可这里头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有一则报道非常有趣哈，他提到就是说，以色列对于大马士革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如果以色列被攻击，以色列要怎么回应，以色列都没有提供相关的讯息给美国。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其实美国跟以色列中间是有一些分歧的。那如果说美国未来在伊朗表达希望美国扮演一个比较中立的角色，那美国又不希望战争发生，那美国可能真的会往中立这个角色方面去移动。而我认为这个将会使得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战局的规划哈，以及它未来的行动会发生一个改变。我们现在看到，其实美国最近也就是这2天也就部署了2艘驱逐舰在这个中东这个地区。对，那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它等于是这个棒子跟胡萝卜要同时有嘛。就一方面我有军事准备，一方面我也要外交的准备。那外交的部分当然就是包括中国大陆啦，包括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啦，这个土耳其啦、卡达啦，甚至欧洲的国家都加入在斡旋的这个行列，就是希望伊朗呢保持克制，保持冷静。所以伊朗呢，本来现在传出来说他已经做了决定，最近又说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他还没有做决定。我认为其实就是在想要从这个外交谈判中间找到一个对他最有利的位置。了解，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最后来带你讨论一下国际的局势。新闻大白话带您聚焦在亚洲现在的情势上面，我们带您来看到是美日菲现在要建立第一岛链跟吕宋经济走廊，美菲举行第一次的外长、防长和国安顾问的3+3会谈。美国防长说，两国不仅是盟友，更是一家人。美日菲呢，他们首次的3边峰会的第2天，美菲两国的外长、防长跟国家安全顾问，他们已经举行了像这样子的会谈。奥斯汀直接讲了，我们还是一家人呢。那么菲律宾的防长特奥多罗就说了，不仅为了今天，更为了子孙后代，拥有共同的愿景纽带。那么现在美国促成协日菲新少边，过去我们都说多边嘛，现在他们是少边升级，整合了第一岛链，阻止北京攻台。我们带你来看到这张图，你可以看到第一岛链呢是由这个东海这边往下延伸到南海的第一岛链。那么呢，可以看到美国寻求连结东海、台海跟南海这3战略区域，连同澳洲将有效整合第一岛链的军事资产。只有中方肯定不会乐见这种针对自己的战略围堵。可是这条岛链不可避免的代表着将东海、台海跟南海这3个对美国重要地区的地方可以说是连结在了一起。只不过我们现在要带你来看到的是，那么菲律宾的前总统杜特地他就讲到了，如果菲律宾允许自身依附在另一国的话，恐怕就会把自己置于战争冲突的风险之中。话讲得很强硬哦，而且他是警告说，现任的总统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想一想呢？美日菲首度举行高峰会，允诺会建立这吕宋经济走廊。3国的领袖呢，在这一个会议中同意了这个计划，将促成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克拉克空军基地跟马尼拉的巴达彦省之间的互联互通。只不过现在我们带你看到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他是不是要靠抗中来讨温暖呢？因为他跑到了美国去。
在美国国会演说，岸田呼吁就是美国领导抗中策略的挑战。他说，今日的乌克兰可能是明日的东亚，我们不能坐视无端又不公正的侵略发生，中国大陆带来的挑战还在。而他现在是不是在美国找到温暖了？因为他在国会演说的时候，竟然获得了热烈掌声。我们一起带你来看看这个片段。Honorable memb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I never get such nice applause from the Japanese diet. 可以看到岸田文雄呢笑得真的很开心，他说：“谢谢，我在日本议会从来没有获得如此热烈的掌声，好像在这个地方找回了成就感。”结果网友呢在日本呢就全部炸锅了，网友就说：“不就是因为你没有什么作为，才会让国民想要鼓掌，为你鼓掌，就是你没有做好嘛？那么再来向国民征税，自民党在逃税，你怎么会有掌声？你当然在日本不会有掌声，难道你现在跑到美国去？”很多人网友呢甚至就说呢：“你要不要干脆就留在美国了？”只不过现在美日菲联合声明多次点中国，中方说坚决反对搞小圈子。白宫发布了美日菲三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多次提到大陆，而且说大陆在南海是危险和侵略的行为。毛宁直接讲了，不要把阵营对抗引进到这个地方，更不得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搞一个什么三边合作。大陆的驻日大使更是直接讲，当前的中日关系真的让人家很不满意。现在大陆当然要回击了，不甩拜登。现在中国大陆走什么远交欧洲破美计，也就是说，你现在在这个亚洲来作乱没关系，我就去找你欧洲的盟友。那么现在德国的消资呢，包括了带了西门子、宾士、BMW、大众汽车等德国产业巨头的总裁一起到大陆去出访。德国继去年宣布跟中国的战略报告提出去风险跟降低对大陆依赖的总体目标之后，德州两国的领导人更要首度实体会面了。法国广播公司就说，这次的行程被认为是减少北京贸易摩擦，同时又不触犯北京。只不过在德国总理肖兹访中前夕，法国总统马克宏呼吁一定要重新平衡跟中国的贸易，他认为应该要再平衡才对。德国总理呢要到中国大陆去，现在呢大陆的商长也积极的拉拢意大利，因为大陆跟欧盟现在陷入电动车等新能源领争议之际，王文涛跟意大利副总理兼具外长的塔加尼现在展开了中意经济合作混委会的会议，那么似乎也想要来迎战这欧洲是不是跟中国可以来密切交流。我们现在请教一下韩明哥，您怎么看？美国的战略是非常清楚的，他就是要把东海、南海、台海全部连在一块，就对中国大陆形成一个压迫。那可是问题是，虽然美国现在看起来态势已经结成了，但是真的有办法就这样就把中国大陆遏制在第一岛链中吗？我看恐怕是很困难的，因为其他别的不要讲，光是菲律宾本身就没有这么强大的海军实力，他就没有办法在南海去跟中国大陆竞争。你看现在中国大陆在南海对菲律宾带来严重挑战，只是他的海警的，还不是他的正规军哦。光是一个海警就已经让菲律宾无法应付，因为菲律宾最近不是还要严厉，是不是要用民兵组织？用这种民间的渔船把它组合来去跟中国大陆对抗，表示菲律宾的整个资源是非常稀少，而且他已经捉襟见肘。那可是问题是，美国讲得很好听，美国说他跟菲律宾不是同盟友，还是一家人。那你派船去啊，你美国挡在菲律宾前面啊，不要叫小弟为你出头，你自己上啊。可是不是啊？你看每一次跟中国大陆发生冲突，都是菲律宾去挡在前面，美国是躲在后面看。所以这个态势很明白，美国只是在利用菲律宾而已，希望菲律宾做他的马前卒。那可是现在他不只是拉菲律宾这样，也拉日本要做这件事。那我觉得岸田真的很好笑，他大概自以为自己很幽默嘛。那你讲这句话，那你不是自曝其短吗？告诉美国人我在日本很不受欢迎吗？不就是这个意思吗？那事实上也是如此啊，他现在在日本制度非常低啊。所以你自己明知道自己在日本制度非常低，那你还讲这种话，那你是不是干脆留在美国不要回来？就这么简单而已。你既然这么享受美国人的掌声，你就留在美国，你去当美国人好了嘛。所以这么不得体的话，身为一国的领导人物还讲出来，我觉得也是蛮可笑的。那但是问题来了，美国一直指责说中国大陆在南海是非常危险，而且在侵略性。可是抱歉，在我看来，谁才是在南海最侵略性，而且是危险度最高？其实就是美国。
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一直想要跟南海这些国家干什么？签南海行为准则。那只要其实现在就差菲律宾。如果菲律宾也愿意签订南海行为准则的话，那南海就和平了，大家不会有斗争呢，而是一起共同开发、共同合作。现在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对峙，甚至可能会起冲突的这样的场面啊。所以是谁在搅乱一池春水？谁在引发南海的冲突？就是美国啊。因为美国不愿意看到南海共同开发，因为南海大家都签了南海行为准则的话，南海一旦共同开发，美国就没有插手的理由，就没有办法在这一块去围堵中国大陆，就会出现第一岛链的破口。所以谁在扰动所有的局势，谁在爆发侵略性的东西，就是美国人在做，你还好意思去指责别人？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左教授，您又是怎么看呢？尤其是现在这个局势，好像是现在美国要跑去这个亚洲的部分，但是中国大陆呢也跑去了这个欧洲要来破美籍。好，这个里头我觉得分2个部分哈。第一个就是说欧洲的这个地方啊，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最近啊，这个肖兹他成立了，他就开设了他的这个抖音账号，然后呢，大概有2-3万人上去哈。那基本上来讲，肖兹的这个抖音账号虽然看起来有一点呆板了，不过他不是第一个欧洲的政治领袖有抖音账号的。现在这个拥有欧洲政治领袖拥有最大的这个抖音这个会员的，应该是马克宏，他400万人哈。那这个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基本上来讲，为什么肖兹要去访问中国大陆？当然，德国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经贸关系是很密切的。比如像现在欧盟要调查中国大陆出口到德国的这个出口到欧洲的这个汽车。电动车，可是中国大陆出口到欧洲的电动车有一半是中国大陆自有品牌，一半是其他国家的品牌，包括特斯拉跟 BMW。所以说其实如果真的中国大陆被课以这个反倾销税，那德国的 BMW 也会受伤。所以当然这是第一个反应。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说，它2国的这个经济关系其实相互依存。第二个是什么？德国的这个有一些新兴政党，包括另类选择党，那他们其实对于德国太过依赖于、太过跟随于所谓北约的路线，跟俄罗斯正面的对抗这件事情，他们其实是不满的。他们当然也反对德国吸收了很多的这些外来的移民，所以说他们也期待德国扮演一个所谓独立自主的这个角色，希望德国跟中国大陆有一个跟美国不一样的关系。那因此，其实因为包括比如像以抖音来讲，另类选择党他的这个领袖，他们的这个抖音的账号的这个跟随者就比肖兹要多，就有40几万哈。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说，他要跟另类选择党要竞争，他其实在中国大陆这一块，他要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作为。所以我们这次看到，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德国会有这样子的行动？其实不只是德国，连法国这些都已经认识到说，他基于他国内政治的考量，他其实有必要跟大陆去改善关系，或者进一步去促进这个他的企业在大陆市场上的一些斩获。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欧洲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当然，我觉得回来讲到这个美国跟中国美日的这个部分哈，现在大家看到他拉菲律宾，对，然后最近新的就是说他要在菲律宾成立这个什么叫做吕宋经济走廊，对，那这个吕宋经济走廊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你看现在讲说美国他们在就是这个美日他们会在这个5月跟菲律宾召开一个大的高峰会，然后去吸引外资到吕宋来投资，说会高达有上千亿美金。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后真的落实下来，但它很明显就是因为现在菲律宾对中国大陆的政策，或者跟美国的这个路线，跟亲美的这个路线，其实它在对你来讲就是跟过去的这个杜特地总统的亲中的路线相互竞争。那杜特地过去曾经被这个中国大陆曾经承诺要给他这个90亿美金的这个支持嘛，那所以现在他这个美国要支持小马可是也同样必须要拿出经济上的诱因啊，才能够去确保他在国内的竞争上能够站稳脚跟嘛。所以我想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会看到真的就是美日对菲律宾的援助，甚至是这个动用 G7 对菲律宾援助，应该会下一个主要的战场。厉将军，你怎么看这个3+3会谈？美国防长还说，我们不仅是盟友，还是一家人呢。
其实，岸田文雄会在美国国会获得那么热烈的掌声其实是有他道理在的。我们不能要光看笑话，为什么呢？因为岸田文雄，你要他整个在国会里面讲的话，你要全篇去看。他特别强调几件事情。当然，我们觉得说你讲这话太甜美了，对不对？他说什么？他说，美国你这个独立一个人当世界警察啦，很辛苦啦，这个辛苦了这么多年，你可以这个卸下一些重担，换我们日本来帮你一些忙。其实这话讲得很明白。第二个，他很明显的就剑指中国。直接挑明了中国来讲，现在我们共同面对最大的威胁就是中国，我们要共同来抵抗中国。那他当然会获得很热烈的掌声了，因为这些就代表说日本来讲不演了，他就直接跟美国要站在一条线上面，而且要分担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防务的责任，而且这个防务的责任主要是针对中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当然他在美国国会会获得很热烈的掌声。那美国人当然希望说，有你日本人愿意站在第一线，对不对？帮我们当炮灰，帮我们挡中国的这个飞弹子弹，我们当乐于见到。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岸田文雄可以在那边获得这个掌声。我们不要很单纯的只是把岸田文雄当作一个笑话来看，要看他背后他之后所讲的一些话，还有美日之间合作的内容，我们来可以了解。第二个，我讲说这个杜特地为什么现在这么对于现在他们小马可是这么反感？你要知道，杜特地他女儿是准备要选总统的人呢。杜特地他女儿现在是副总统。菲律宾的选举跟我们台湾不一样，不是总统、副总统绑在一起，他是分别来选。其中首先是美股整个变盘，在战争的焦虑风险，担心伊朗会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攻击。根据美国情报说，马上啊，几天啊，几小时，随时可能发生。因此，美股就先反映重挫的行情，直接道琼暴跌将近500点，标普甚至1个月以来最糟的一天。美股的这个杀声隆隆啊，股市经济都有这样子的避险风潮开始产生当中，包括了黄金等等的投资标的。但拜登公开的认为，伊朗攻击以色列已经是迟早的事。国安团队收到了中东最新局势的讯息，从拜登嘴巴里讲出来，伊朗恐怕计划对以色列发动重大袭击。他这样讲完之后，又有更多的讯息表示，包括哪些部署、哪些军队、怎么样的准备，其中危机倒数48小时，媒体这样形容，说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就差最后军令。那么这个真主党已经向以色列进攻，巴登这里发出了40多枚火箭哦。那么大部分都射向没有人的空旷地区，混乱以色列的注意吗？但最快有个时间点，4月13号马上就要到了，伊朗就要直接攻击以色列了吗？重点来了，到底怎么攻击？攻击什么？用什么武器？地面部队、飞弹、导弹，还是什么规模？那么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可能美国媒体所担心的了，伊朗可以造3枚核弹，因为这个报道里说有很多各种的伊朗媒体说有各种把仪器啊或者这个资源呐镁啊做密集浓缩铀的核武计划，因此呢，伊朗外长说要美国有所作为。否则他们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包括可能有的核弹、核武器怎么攻击。而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说，如果以色列犯了错，伊朗会把特拉维夫跟海法夷为平地。用什么东西来夷为平地？核弹吗？还是其他导弹？不知道。现在真的是美国最担心，全世界都在剉咧弹的事情。伊朗扬言报复以色列，美中俄法印的很多国家都已经开始警告公民不要到这些地方去，发布了警告。同时，伊朗发动回击的可能性，美国也派了中东最高指挥官库里拉前往坐镇。还要干嘛？跟以色列谈判，看是不是可以有各种威胁的版本，例如攻击到什么程度要回击，什么样的攻击是不回击，避免战争扩大。那么同时，伊朗要袭击以色列这个消息，中美紧急通话。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布林肯希望中国啊利用影响力劝阻伊朗啊不要攻击以色列啊，是有办法劝阻嘛？因为美国包括了艾森豪航母打击群都已经到红海去戒备了。因为这2名美国官员说跟媒体表示的，伊朗可能出动的就是数百架的无人机，还有发数十枚的飞弹打击以色列境内的军事目标。那中方则是强烈表达对于伊朗的驻叙利亚大使馆被攻击这个事件，因为是被攻击了才造成了这一次的
准备的报复行动啊，那难道没有其他的可能的这个以色列继续攻击吗？那美国的态度难道要怎么因应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吗？而莫斯科音乐厅上次的恐攻哦，现在 FBI 局长雷伊公开的讲。他说，潜在的不良分子可能会因为海外事件对哪里再度恐攻美国领土，还有可能遭遇恐攻，所以连美国内部都恐怖的声浪谍影幢幢的概念。那么俄罗斯呢，动作有没有停过？他现在成功试射了洲际导弹飞弹。我们透过画面来看一下，这个洲际导弹飞弹是在礼拜5的时候发出的。他说呢，这个试射的规模还有这样子的武器的试射，都是为了要保障国家战略的安全。那在做什么呢？是在秀肌肉，还是有更大规模的攻击准备要产生？真的是没有人知道。但是英国呢、美国呢，都已经削减俄罗斯的各种收入来源的情况之下，要限制它各种交易，它的武器导弹照样在试射，照样在制造。而美国官员说，俄罗斯的关键时刻能够恢复这些军工产能，像刚刚试射这些导弹，都是中国帮的忙。他说，当前中国协助俄罗斯提升的国防产能，包括苏联时代以来最多的无人机啦、飞弹技术啦、卫星影像啊、工具机，是美中国才会让俄罗斯有这样的能力恢复缓过气来吗？但显然现在伊朗哦，恐怕是全球最头痛的问题，也是美国现在最担心的问题。到底有没有还要去跟中国谈，代表了美国最大的担心。亮哥，因为礼拜5美国的股市是跌了将近500点嘛那美国油价已经飙到86块。那一般预计啊，这个只要伊朗打以色列，因为不会一下结束嘛，所以油价有可能恢复到100。那等于是联邦政府希望通膨压到2%以下，就几乎注定就做不到了那恐慌指数飙升16.1%所以这个就是礼拜5的状况因为这个战争真的太不确定。因为伊朗也是战斗民族啦，波斯人那没有错，美国也把那个战舰，事实上就是要帮他防卫导弹跟无人机嘛。目前特拉维夫已经把 GPS 关闭，就是怕无人机的攻击。可是伊朗有各式各样的导弹，他还在电视上，国营电视台公布，他有9种导弹可以打到以色列而且是打到任何地方，而且以色列还有28个外管现在关闭。因为以色列莫名其妙去打叙利亚的伊朗外管，这是根本就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今天我记得是《纽约时报》吧，说美国对这件事情也非常愤怒，因为他没有被打招呼，给他找麻烦。对，所以这个事情坦白说啦，我觉得拜登就会认定是纳坦雅胡故意的，就是你借这样来激怒伊朗。那如果真打起来，就等于是把美国给卷下水，拉入战场。对，那这样就可以巩固他的政权。不然，目前传出要把纳坦雅胡换掉的声音越来越大，因为他的脆弱多数联盟只多4席，所以只要拉动里面的一个小政党，纳坦雅胡的政权就会瓦解掉所以，就坦白讲，做这种事情是很不负责任的。那个圣城旅的指挥官在那边走动，以色列早就知道了，而且他用 F-35发射6枚导弹的时间，就是2个人刚走进去就打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准备很久的行动，情报很厉害了。说实在，摩萨德真的很厉害，这个没话讲可是就是你这个时候惹这个事，伊朗面子挂不下去你是什叶派的老大，你的外管都被炸，所以你怎么可能不报仇？所以现在只是说他到底要报仇范围多大，现在就是规模嘛。第一个是规模，那第二个是行动的种类。你是只有无人机跟导弹吗？会不会黎巴嫩真主党也忍耐不住啊？还是叙利亚、伊拉克的圣城旅也忍耐不住啊？都冲进来啊？那这样就会有地面部队。那以色列，我坦白讲，我觉得纳坦雅胡真的是很坏，他还在3天前故意又去打黎巴嫩真主党，杀了一个指挥官。他就是希望你地面部队打进来嘛。而且我坦白讲，我真的认为纳坦雅胡杀疯眼，杀红了眼。他就说我干脆一鼓作气把哈马斯跟黎巴嫩真主党都消灭算了。对，我觉得他就这样想，他原来就这样想。
他就这样想啊，所以你看这个股市的反应，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不确定，因为不知道会打多大，不知道会打多大，真的。那美国现在只是进来防止那个导弹打到太多重要的目标，可是如果真的烧起来，美国也不知道怎么会发展到哪里啊，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大了。对呀，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逼得美国不得不介入，这个就关键了。他已经达成了。我跟你讲，伊朗啊，他不会用伊朗的部队分2种，一个革命卫队，一个是国防军。国防军的武器还没有卫队好。对，他的卫队是有一个什么民间，但是民间团体他打你，伊朗可以不负责任。那我们再看这两军的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实力来讲，伊朗不会发动全面战争，他一定用这些代理战争了，黎巴嫩啦、珍珠党啦、胡塞啦。为什么？因为伊朗的陆军不可能跨海去攻击这个，还要借别的国家的路才能进去打以色列，不可能。第二个，伊朗的空军比不过以色列的空军，以色列的空军已经 F-35I 啊，还有 F-16啊，所以伊朗的空军也没办法用，它只剩下导弹。但是美国已经想到，美国是不能不支持以色列的，开了航母去，开了整顿级的舰去，建立一个什么海上的红海北端的这个神盾的这个拦截系统，然后以色列自己准备了全世界最多的防空武器，有萨德，有铁穹，有铁拳，有艾3，有标6，差不多能够搜罗到的防空武器全部都有了。还有一个土耳其还有一个3000多公里的超视距雷达，在监视你伊朗任何一个地方发射飞弹或者什么类型的飞弹，它马上可以锁定，这个情报很快就到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反飞弹系统马上可以发挥作用。所以要指望这边掀起一个大的作战，我觉得不太可能。倒是什么恐怖活动会增加，认为有限作战，但恐怖活动增加，恐怖的活动会增加。第二个，封锁荷姆兹海峡有可能，它让你原油涨价，让你美国受不了。对啊，那就暴涨，那你美国国家受不了，撑不住。美国的通膨想压在2%，不可能。所以我认为伊朗可能采取的手段，恐攻跟这个周边棋子的一些攻击，象征性的。因为他国内情绪也满了，他不能不回应啊，回应又不能冒着伊朗被打的危险了。伊朗的核弹到现在又只提升到60%-70%啊，还不构成核子威胁。所以第三个国际局势来讲，伊朗是什叶派跟孙尼派在中国的撮合下勉强讲和，但是这是一个脆弱的联盟。是你说沙烏地阿拉伯、杜拜、阿联酋会完全支持你伊朗吗？不见得，它只是反映伊斯兰教被以色列迫害的一个声援而已，真实军事联盟还建不起来。所以这个仗，就我军事角度来看，打不起大仗，但会引起很多的混乱。混乱不只是以色列会有恐攻啊，你美国也有啊。美国恐攻打对会怎么样？美国、英国你们都有啊。这个选情影响才真的大。美国、伊朗人也不少所以啊，如果美国自己都发出了这样的警报，是代表这样子的攻击方向就可能往美方发展了嘛？教授，这下子影响着就有限的战争，但是恐攻规模的扩大嘛？是你也这样看吗？其实战争这种东西就是叠加性，我们讲这种冲突螺旋是一直上去。现在这个纳坦雅胡，我刚才蛮赞同前面2人讲的，他不仅仅是要打仗，他要把战事扩大。为什么？代理人战争对他来讲，他已经杀红眼了哈。他面对这些代理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伊朗，他觉得我一次把你全部解决掉啊。为什么？我们来看这个4月1号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这个大马士革的这个伊朗大使馆被炸嘛，所以我们讲 Al-Quds 这个叫做圣城旅的指挥官跟副指挥官，有7个人都被炸死。那这个对他们来讲，这是很大的一个损失哈。那 Al-Quds 我们讲这个圣城旅，它其实就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语，所以圣城旅一直以来就是要夺回所谓耶路撒冷。它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真主党也好啊，或者是哈马斯也好，都是代理人的一块。他们简单讲就是以色列运用他的军工、军火，甚至文化、宗教来培养他们啊，帮忙打仗。代理人战争这个东西在中东是一个已经由来很久，1945年
开始的代理人战争就很 popular。为什么？因为中主国或者背后的支主国，他不要进去，他进去会发生什么？核子大战，或者是旷日费时，战争会拖得很久。他干脆就资助他底下这些所谓的激进主义、反犹主义的军人开始做躁动，开始打你以色列。圣城里有5000多人啊，哈马斯有几千人，这样打下来哈，帮伊朗省了很多事情啊，也制造很多动乱。那其实过去以色列也经常对叙利亚或者是黎巴嫩境内进行轰炸啊，最主要他就想要切断这个所谓伊朗这个宗主国，或者是给这个代理人武器啊，或者是并把他们养大养肥啊。这一次他说，这是大家觉得这一次以色列做了，他有一个质变的具体的变化。他真的是开始去打什么？打以色列，打这个伊朗的目标，大使馆或者是他的军事目标，他进行这个攻击。所以以色列的纳坦雅胡，我觉得他真的想要把战争扩大、叠加战争冲突往上升。那这个时候美国该怎么做？我倒觉得拜登想要把这个压下来，因为他不想要多点多线。现在乌克兰的问题也好。以哈冲突也好，对拜登的整个支持度都是伤，没错，都在掉那如果纳坦雅胡不受控，那拜登的支持率会继续掉那台海问题的、中国问题的，就算他在这边做到加分，光乌克兰跟这个以色列这个问题就把他扣了多少分了。所以我觉得美国的中东政策不是一时两刻的错误，它是不断的错误叠加起来的。甚至我们讲的这个恐怖主义的攻击，也是他们过去中东政策错误而造成的这个问题。所以有人讲美国要重新检讨，可是他们愿不愿意检讨？这也是他们很多智库或者他们学者在讲的。美国的霸权主义真的有在检讨他们做的真的是都对吗？如果这个地方做错了，那在台海问题、在中国问题上面，他们有在做对的事情吗？这点都是我们要继续去看。美中的对抗，我们接下来看的是加拿大哦。刚刚看到伊朗大战，哇，这个美国还要去跟中国通话，担心往这方面，甚至希望中方能够一起介入阻止战争。但问题是，抗中的脚步却也没有停过啊。例如加拿大一直都是这一方面美国最大的盟友嘛。那有个新闻，把它觉得有点意思，我们来讨论哦。因为在杜鲁道本周有暗示说加拿大的安全情报局报告可靠性可能有点问题，他常都不知道他的消息是真的假的。结果呢，这位情报局局长就出席了一场公开的外国干预调查的会议，同时也再次的宣告说，其实他就曾经多次向杜鲁道通报过对中国干预选举的调查结果，也就是中国在介入我们加拿大的选举啦，就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所以杜鲁道在作证的时候还表示，他在2022年的印尼 G20 峰会上就曾经告诉习近平，中国必须停止干涉加拿大的民主进程。那所以加拿大只说中国这借选2次没有成功这件事情，中国大使馆是直接回呛，自导自演叫做出于一己之私高度什么大概率可能性这是泼脏水，令人怀疑。因为他连自己都在说这个之前情报单位给他的情报到底是不是真的，但却不断的也还在强调中方是不是给了开一些讯息，认为中国介入大选呢？那加拿大因为现在有个概念是他准备要加入 AUKUS， 就是澳英美联盟那人家美国急着加日本进来，加拿大呢？他说他已经是观察员了，所以实际上已经可以考虑要买核潜舰。为什么动作突然这么大？当然也是又是选举，加拿大的选举也快到了，但是他现在也在民调上面受到冲击的是，上任以来加拿大的全国的房价涨幅到了60%。那在支持度上面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部分是他的在野党挑战的这个保守党，但他的自由党呢却不断的垫底，尤其是在各种被信任度上一直都爬不上来。因此，在保守党领袖皮埃尔从房价问题攻击以后，他必须要想办法从年轻选票里面拿回来。像这些抗中或者是什么被认知作战的消息，是跟这个议题有关，希望对选战有所帮助吗？但同时，他也攻击印度。他说呢，保守党的史蒂芬领导的上届政府向印度示好，还提了去年不是被暗杀是印度被暗杀的这个事件，印度的领袖在加拿大被暗杀的事件，说这会激怒在海外的组织等等的那甚至加拿大从驻印度的外交使团中撤回了数十名印度工作人员，都在把跟印度的关系感觉是蛮紧张的所以加拿大这样做，但是美国对陆气的
不友善啊，同时也有这种氛围持续的加大当中。例如拜登啊，被说是破纪录，跟川普比起来还多啊，把319家中国的企业列入实体的黑名单呐哦。川普的时候列多少？306家喊开战哦，就是这些国家这些企业都不受欢迎，都有问题等等的。现在这个黑名单在拜登任内更是攀上了新高。英国也一样，苏格兰风连去电影一起合作录戏参与开发，连外媒都说这个可能对于英国的国家安全有很大的影响。那要盖个风电，有个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跟国企当然合作很密切的，计划在苏格兰要盖这样的风力发电基地，也被说这可能会影响的英国的能源安全、生产自主性吗？有严重风险吗？但同时我们看其他欧洲国家好了，肖兹明天马上就要到中国去访问了。那么法德的领袖都重新的希望呼吁重新平衡，叫重 rebalance 的重平衡跟中国的贸易，因为他们都还是需要中国大陆的市场，跟美方或加拿大态度不一样。那其中访中当中的德国总理访问团名单里面，一数真的是都是很大的有大来头的大企业哦。那这些随行的企业洋洋洒洒要做的是什么？要么是投资，要么就是更多的商业贸易合作，也对于自己本国的经济希望有所提升。亮哥，看看在欧洲的变化，加拿大这些盟国在抗中的拉帮结队里，其实当然现在最紧急的是伊朗这边中东的战事了，但这些国家的这个拉帮想要抗中的这个态度上也没有停缓的意思啦。亮哥，其实反中意识形态像加拿大这么激烈的也不多啦。连英国都在考虑要不要重新评估华为啊，那个核电厂停掉，对英国也是很大的伤害啊，所以你看到他用的那个新外长啊，所以重点是加拿大啦，就是杜鲁道大概以为自己是美国啦，可是你的分量还有你整个经济的状况，尤其是分配啦，你刚刚讲到房价高涨，那当然年轻人就会抱怨嘛。涨幅60%。是我跟你讲，加拿大有做一些民调，今年1月的民调只有5%的人认为自由党做得很好，37%认为做得非常差然后呢，49%认为杜鲁道正在朝错误的方向前进就你一天到晚都在搞政治嘛，因为确实劳工党有一些议员跟中国关系比较好。那杜鲁道就是抓到几个人的把柄就拼命打嘛，可是这个并不是加拿大的普遍问题啊，只有少数几个人，又不是整个劳工党都这样。那结果呢，他就一天到晚就抓着这种东西在打政治嘛，那要么就是跟中国在闹政治的议题嘛，说中国干涉加拿大政治啊，等等等啊，那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怎么你好像都是跟着美国的跟屁虫啊。事实上，美国在处理跟中国的问题是很多方面的，它不会只有一条线啊。那给人家感觉就是杜鲁道，就你要当美国的小弟也不是这样玩啊。比如说日本现在也在酝酿要跟中国做接触啊。那我们知道那个韩国跟日本就是最典型的对美国一面倒嘛，加拿大就是第3个啊。那这3个国家都证明啊。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帮忙，坦白讲，真的得分的是小马可仕啦，小马可仕民调大概都维持在60%以上那尹锡悦大概30几，那岸田我们刚刚说跌到16.6，那杜鲁道也是一路下降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看腻了啦，就觉得说你是玩够了，歹戏拖棚，一天到晚都在玩这种东西，比如说连小马可仕他姐姐都跳出来了。我觉得小马可是如果继续这样玩下去，他修宪也不要指望了啦，反正他只能做1届。他本来就希望说一鼓作气看可不可以修宪，可是现在连他姐姐都看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反中这种游戏偶尔吵一吵是没什么问题啦。可是你一天到晚就只会玩这一招然后连跟印度也都干起来了那所以我是觉得杜鲁道很可能会比较像尹锡悦跟岸田对。那很可能就会在今年就会输掉选举。目前看起来，所有的指标对他不利，因为他已经干7年了
他比尹锡悦跟岸田还要严重。你已经做那么久了，那玩来玩去就只有这些招，在民主国家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啦。就是坦白讲，他爸爸的能力比他好太多了啦，因为他爸爸在执政的时候，我刚好在美国，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魁北克要闹独立的时候，那因为他是法裔嘛，他爸爸摆平了类似魁北克的独立的公投51-49，险胜啊，因为杜鲁道是支持统一的啊，那加拿大就因为这样没有分裂啊。他爸爸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一代不如一代啊。看一张脸，没有啦，我是说，没有他长得很帅啊，所以一开始出来非常受欢迎啊。是。那可是能力跟老爸差太远了。对，因为选举除了这个各种的外形形象之外，政策做得越久，当然就要被考验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如果要讲美国的抗中联盟呢，当然加拿大绝对是其中很重要的伙伴。那加拿大最近的选情显然受到很大的挑战，但他一下子打中，一下子又打硬，的确对杜鲁道现在的选情有很大的冲击。因为加拿大本身是一个物产丰饶、资源很丰富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它没有什么太大的自主权，它跟日本、韩国一样，完全听命于的美国。因为加拿大的输出主要就是美国。那么杜鲁道这个年轻人呢？他自己犯了几个错误。你要栽赃说中国大陆干预你的选情，我们都知道，加拿大很多华人呢，香港在97以后转移到加拿大，不知道几万人了，台湾的也去，大陆的也去。我到加拿大看了，那华人都跟一个城镇一样的这样搞，炒房子，他的房价的确是被华人炒起来，但是干预选举就有点扯淡了。因为这些移民过去的，也取得加拿大身份的，他当然有选举权。加拿大上次抓了一个华侨的这个侨社的领袖，没有投他的票，就认为干预选举，因为侨领很容易跟中国大使馆的人来往嘛，他就把这个成了一个连结，就变成你干预选举。其实他拿的是你加拿大的国籍啊，他当然有选举的自由喽，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拿出来炒啊，不代表有多少的正当性。第二个，拜登跟加拿大都一样，开始把抗中变成第一目标，把中国大陆的这个实体黑名单搞到319项，这个对全世界的这个自由经济链是造成很大的破坏力。中国是制造大国，它东西不只卖你美国啊，对不对？只是你看这会不会觉得跟拜习通话的内容对比，就觉得蛮讽刺的。这问题就是讲一套跟做一套完全相反嘛。是加拿大的华裔将近200万人。对呀，你想想看，我刚刚讲的没错嘛。我到加拿大去，我还看华人脸孔，我连英文都不要讲了，吃饭买东西什么都很方便。所以这个问题啊，加拿大跟美国没有 boundary 的自由来往，所以这个东西服从美国了。它的悲哀跟日本一样，日本很严重啊，国防没有自主性的。对，韩国更惨啊。以前我知道，我到韩国去啊参访，韩国连申请汽油什么部队调动都要美籍的副参谋长签署才能动。对，这么严重啊？不只是驻军而已啊？没有了，他完全掌握你的军队，美国救了你的命。哎呦，因为一辈子的报恩。当初朝鲜战争的时候，南韩的部队根本不堪一击啊，美国人没有看不起他的。所以这个东西啊，没有国防自主性是很悲哀的。是，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加拿大最近的动作频频，可能跟国内选战有关，但这个要用外宣来转内销不容易。我想杜鲁道现在头很大，因为他一直想用这个外交来弭平他们国内不仅是物价的高涨也好，房价特别房价涨了60%，像温哥华早期很多华人我们知道，90年代末期广东香港的移民特别多。我还记得我朋友那时候我念大学嘛，他们去温哥华，他们去一家叫 Bamboo 的 clubbing，
里面都是香港人跟广东人，而且都开豪车。为什么？因为那边是刚经济起飞，所以那边赚了很多钱的人就移到了温哥华去移居，然后呢这边买房。那当然后来跟着广东或者是香港人慢慢还有台湾人慢慢撤开一点，新的很多大陆人移民也去那边，他房价开始跑，房价跑，当然你说炒房或者什么的是天经地义，因为有资金流入，它房价就起来。那杜鲁道他们没有去解决，所以现在整体的整个温哥华甚至大城市的房价在加拿大是非常高，那让加拿大的年轻人苦不堪言呢。其实杜鲁道当初胜选靠他那个 face， 很多是年轻人支持，所以成也年轻人，败也年轻人。现在年轻人你看18到34岁，自己党内 Liberal 只剩8.6，那个蓝色那个部分剩8.6，